1950年初春时节，一批身着军装、腰配短枪、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汇聚到京城，跨进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北京外交部街33号曾是大清国国宾馆和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所在地。60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外交部就设在这里。这天，耿彪正式到外交部报道，却发现来自各野战军的主力精英早已汇集在此。如此罕见的阵容，让人不禁产生疑问：接下来，这些将军们将要接受怎样的特殊使命？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了国书。不久，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驻华大使也陆续到任。眼看各建交国使节纷至沓来，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却开始为没有现成的外交人才而犯起了难。打了几十年仗、钻了几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要去哪里找来一支能够代表中国走出国门的外交队伍？1950年新年刚过，时任山东军区第1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谭锡林，突然接到一封来自中央组织部的调令，命其迅速交接手头工作，赶往外交部报道。一听要去做外交工作，谭锡林赶忙去找司令员许世友求助。他就跟那个许世友就说的，哎呀，我可不适合，咱们这都是大老粗啊，都是带兵打仗的人，哪会搞什么外交啊？所以这从思想上来讲是想不通。许世友当时就说了，说哎呀，你还说你是那个大老粗呢？我们这些山大王才是那个大老粗呢。你好歹你还上过黄埔军校呢，你还受过高等教育呢，怎么是大老粗啊？此时此刻，还有9名分散在各野战军的兵团级干部，也接到了这支突如其来的调令。在中组部挑选出的14位第1批驻外大使中，有10位都是从军队系统抽调的高级将领，都是骁勇善战的开国将军，由此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将军大使。军人担任使节，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可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调动，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特殊时期的一个杰作。毛主席规定一条：外交工作、外交部的建设，另起炉灶。这个将军肯定是首选，因为经过那么多战争考验，他首先是最可靠的。1950年1月，耿彪领到了这张转业军人证明书，上面写着：先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特准予转业。说起耿彪，不得不提到当年赫赫有名的杨罗耿兵团。作为杨罗耿3巨头之一，耿彪曾带领这支战无不胜的红色劲旅，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屡屡功勋。不能认外文是瞎子，不能听懂外文那是聋子，不能写外文那是文盲，说他不愿意打。特别是王友平同志，他说还让我打仗去，我干这个不行，我和委婉打交道那只能是秀才活。像倪子亮说，他说你们叫我当大使的话是把黄牛当作马来使，我是黄牛，你叫我跑得那么快，我怎么跑得动呢？正如倪之亮所说，这些将军们虽然坚决服从调动，可心里却始终有自己的想法。大家商量着找周恩来外长去说说情。总理就说了，说的不会可以学呀，说的这你不要以为你们脱了军装就不打仗了，脱了军装搞外交工作照样是要打仗的，只不过是一个是文仗，一个是武仗。他说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干什么不行啊？你在外交战上照样可以大有作为啊，照样可以干一番事业啊。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战场上大风大火的将军，在军营里
却以多才多艺而闻名。在战争年代，耿彪用这台缴获的德国相机拍下了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其中一些之后被斯诺收录在《西行漫记》中。照片上，耿彪亲笔写下的字迹依然清晰，而那个不仅会吹笛子、弹乐琴、画画、修表，还能登台演戏的耿彪，也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1944年，耿彪刚从延安党校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向组织申请去前线参加战斗。这个时候，周恩来把一个特殊的任务派给了他，让他把一个美军观察组带到晋察冀去。由于这个美军观察组呢，一行7人没有一个会骑陕北马的，于是呢，耿彪只好临时决定派一支小分队陪同观察组，每一个观察组成员都有2个八路军战士陪同保护。这个一路下来呢，队伍不但安全到达，而且美国人还学会了骑马，他们都非常钦佩这位中国战士。而就是在这次行军途中，美国观察组组长德默克和耿彪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让中央领导也意外地发现耿彪出色的外交才能。于是，在2年之后，他又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刚刚成立的军调处，代号为叶特3号。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在1950年外交部任命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将，是中央经过再三斟酌选了又选的。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来当大使，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你比如说这个袁仲贤，还有倪子亮，还有的话彭明志，还有的是谭锡林，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而且这4位将军大使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然后呢，除了韩宁龙以外，9个将军全部参加长征。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战功显赫的一些将军。这个黄镇的话呢，跟其他将军大使更不一样，他有一种儒雅的地方。他是国立上海美专，也就是刘海粟这个学校的学生，是他能画画。戚鹏飞呢，应该讲当时已经干得不错了，是一个少尉的一个医生。那么这些大使的话呢，他有他的一个非常辉煌的经历。时过境迁，蓝色毛呢在岁月的尘灰中渐渐褪去了往日的光鲜，而那段将军当大使的时代传奇，却依旧清晰如昨。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10位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尊严。与此同时，他们坚信，这次转行干外交只是个过渡，总有一天自己会重新穿上这身军装。可将军们却没有料到，这一过渡竟过渡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1950年的一天，外交部街33号的老礼堂里，大使培训班正式开学了。各路专家轮流来给准大使们讲课，既有中国老师，又有洋老师。大到外交政策，小到衣食住行，对于这支年轻的外交队伍来说，一点一滴都要从头教起。大使培训班呢，它主要讲各国政治、经济，讲这个风土那个各国的法律和这个风俗，讲宗教，这是一种认识世界各国。也就讲呢，这个外交官呢，这纪律很严的，你不说话是禁止，少说话是引子。比喻来讲，因为你在外，你有时候代表国家，不能随便讲话，都要慎重。很多大使都对李斌老师严保行倍感钦佩，称他是无所不知的外事通。正是严保行耐心细致的讲解，让大使夫妇不仅接触到了很多之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思想也逐渐发生着转变。严保行这一身交际功夫可谓是来之不易。这位外交界的神秘人物，曾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还曾凭借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公开身份，出入各种高级聚会，结识天南海北的头面人物。可鲜为人知的是，严保行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名红色特工。如此特殊的人生经历，难怪严保行在课上向大使们一再重申，外交官要严格遵守外交纪律。你出去参加宴会，宴会是挺多的，这个饮酒就有规定的，你不能超过你这个量的一定的比例，因为你好多人过去就通过这个酒了把你灌醉了，酒后出真言，就把你外交机密就漏了。所以外交上这个就有些外交纪律很严格，你的酒量一定要只能是在你量的一个很低的一个比例上允许，超过那个就算违反外交纪律了。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中国战场上的娘子军：女人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与男人一样舞刀弄枪。在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夫人中，这样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不在少数。当年，为了国家的需要，这些风华正茂的女战士不爱红装，爱武装，踏入硝烟弥漫的战场，把自己的宝贵青春献给了军营。这是吴文彬有生以来第一张穿旗袍的照片。与10几年前那个身着粗布军装的女战士相比，此时的吴文彬更平添了几分温婉、端庄与含蓄。不过，对于这个符合大使夫人身份的新形象，他显然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我们光凭着勇敢呀，光凭着一股热情，像在战场一样不怕死，已经不适应我们的工作了，不能坚守我们这个阵地了。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学学外交礼仪，学外语，学习各国的生活习惯和各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以便和他们打交道。全神贯注地记着每一道程序，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各种规矩。一顿饭吃了2、3个小时，很多人最后却还饿着肚皮，都说吃顿西餐比供一个碉堡还要累。此时此刻，初来乍到的将军们还无法体会到这灯火辉煌的大厅所能创造的奇迹。宴会上珠光宝气，杯盏交错。然而，在这谈笑风生之间，又有多少斡旋、角逐、协议在进行？这些在今后漫长的外交生涯中，他们将一一去体会。出国前的必修课依次完成，为期不到半年的大使培训班就要接近尾声了。适逢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为了让即将走出国门的大使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外交场合的氛围，周恩来特意将他们安排到勤政殿旁边的屏风后，观摩递交国书的过程。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得知将军们在隔壁观礼，亲自接见了他们。主席跟大家逐一握手，还与相熟的几个将军寒暄了一阵。这时，有人壮着胆子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毛泽东的应答让将军大使们终生难忘。将军当大使好，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会跑调。不管多少也跑不了，会忠于党的，这能信得过的，是个政治信任。所以将军们在这个状态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波澜壮阔的外交战线。将军们的顾虑得以化解，女同志的烦恼也早已烟消云散。通过近半年的学习，将军大使们不但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外交技能和礼仪常识，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在大使培训班结业之时，当年的土八路早已今非昔比，俨然有了外交官的模样。不论身处烽火战场，还是投身外交战线，这些习惯于知己知彼的将军大使，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此时此刻，正在等待任命的他们，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忙着组建起自己的工作班底。1950年，外交部除选调10位将军当大使之外，还从部队抽调了100多名师团级干部，担任参赞、秘书，协助大使共同完成出使工作。在从部队选调外交官的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培养我国专业外交人才。上世纪50年代初，外交学院、外语学院相继建立，此后为中国外交事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生力军。与此同时，新中国还选拔出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吩咐东欧5国学习语言，准备为各驻外使馆输送优秀可靠的翻译人才。1950年4月到1951年5月间，外交部陆续下达了对10位将军大使的任命。不久后的将来，他们将以新中国外交家做特有的风范，第一次走出国门，亮相国际外交舞台，把一个全新的中国传达给世界。1950年，外交部对各大使的任命书分批下发，各领使命的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马上就将启程赴任了。临行之前，耿彪和妻子赵兰香试穿了刚做好的新装，并拍下了对他们来说或许还有些新奇的一刻。作为新中国派到西方国家的第1位大使，耿彪在兴奋之余又有些莫名的忐忑。1950年9月，远在欧洲中部的捷克首都布拉格，用隆重的礼仪迎接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天，新中国首任驻捷克大使谭锡林正式向捷克元首递交国书，开始履行一名驻外大使的职责。对谭锡林来说，这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跻身外交舞台的新中国将军大使，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外报纸刊出这样的评论：在珍珠宝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表现了新中国外交家的风格。他们代表着一个古老而讣告诞生的社会主义大国，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已豪迈地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并以一种全新的外交风范展现于世人面前。1950年10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里，500多位来自瑞典社会各界的贵宾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这是中国驻瑞使馆举办的第1次国庆招待会。赴任仅不到2个月的耿彪大使穿梭于觥筹交错、衣香鬓影间，身旁的赵兰香身着一袭传统丝绸旗袍，令众多宾客眼前一亮。人家问他说：“你是将军，你带过多少兵？”那时候我不算地方部队，也就10几万吧，我那个兵团。那个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就他一个敬礼，说真了不起，你所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全国的军队还要多。这时，旁边几位贵宾也主动凑过来与耿彪碰杯，还称赞他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当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耿彪却凭借将军的风度和大使的谋略，巧妙地做出了回应。耿彪说：“我本人谈不上，比起我们伟大的国家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兵，一个战士。”所以外国人说这个大使谈吐非常符合外交那个规范，非常规范这我愿意做一个我们两国之间发展友谊的桥梁。招待会后，当地报纸纷纷登出这样一张照片，旁边附文：社会主义大使首次亮相资本主义国家，驳壳枪换成了香槟酒。然而，就在国庆招待会成功举办后的第10天，中国外交部接到了耿彪发回的一个报告。报告中称，在之前进行的拜会工作中，驻瑞使馆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开始的几天简直是寸步难行。一向沉着冷静的耿彪，这次的口吻听起来似乎有些焦急。耿彪到任不久那个老国王古斯塔夫5世去世，耿彪正在丹麦监管，就嘱咐那个瑞典大使馆说：“你们写一个吊唁的函照会，给那个外交部送去，表示我们对国王这个去世沉痛的悼念他。”结果我们那个同志呢不懂法文，他那个政府来的那个函也是法文，回函同样有对等言辞嘛，他也用法文，我们没人懂法文，就写成这个英文，让我们大使馆雇了一个法律顾问。这个人呢，他既懂英文，又懂瑞文，又懂法文，让他翻译成法语，我们给他送过去。驻瑞使馆工作人员照着法语顾问翻译好的法文，一字一句地用打字机打出。吊唁函打好后，使馆秘书立即送往瑞典外交部。外交部里边是在看这个吊唁函呢，就皱眉头。这个我们送去的秘书就问这怎么回事，说这个字不能这样写呀。那我回去问问吧，他很激动啊，那说我回去问问。后来那个找那个法律顾问一看，出事了。原来，使馆人员在打字时一时疏忽大意，漏打了一个字母。没想到这小小的一个字母，竟闯了一场大祸。我们沉痛的悼念古斯塔夫5世陛下，沉痛的掉了一个字母，成了荣幸的了，全反过来了。所以说，这个造成一个外交上很大的一个，这算是一个事件吧。
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含义。耿彪闻讯后，立即从丹麦返回瑞典，重新打印吊唁函，亲自送到了瑞典外长的手中。瑞典那个外交部门，人家也很讲道理。他说：“我和这个阿道尔夫陛下，这个殿下，认真分析了上下文的意思，确认你们是技术上的失误，啊，我们不会追究你。而且呢，你亲自来道歉，来这个重新来吊唁，我们感到你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你的大事是称职的，啊，中国共产党是很懂这个礼仪礼貌的，啊，所以呢，这才没有出大事。”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彪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到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他和瑞典、丹麦、芬兰3国的经贸部门以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这一批将军大使呢，褪下戎装，带着外交梦跨向世界，用梦想架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传奇中国，我是大卫，再见。